大家好，我是于亮宏。我今天想在这边分享一个我小朋友玩宝可梦的事情。我相信大家一定知道，宝可梦这个游戏是非常的热门啦，很多人都在玩这个游戏。但是呢，在我们家其实我们是不看电视，然后也不会去玩3C这个游戏的。但是啊，小朋友他去学校接触之后，他回来一定会吵着说他要玩宝可梦。那想当然啊，我们一定是不准他玩，所以啊，他就会跟着吵。那就是因为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常常陷在这种无穷回圈的争吵里面，那种生活真是非常的痛苦。但是后来啊，我想起关爱教育里面跟我们说的，就是不要对立，然后你要去深刻体会他的心情等等之类。我就想说，那我就来试试看好了。结果他下一次来再跟我说要玩宝可梦的时候，这一次我没有再直接否决他哦。那时候现起来的是，我想起我小时候啊，看到很多同学有新玩具可以玩的时候，我都不能玩的那种心情。然后有时候大家聊天的时候，我插不上话题那种落寞的感觉啊，我就觉得其实是很不好受的。那我想他应该也是同样的这个心情。那我就决定说，那干脆让他去玩玩看好了。但是前提是说，他一定要做好他自己的事情，包括课业，然后一次不能玩太久。那我们就这样开始我们的宝可梦之旅。那在陪他玩的这个过程当中啊，我发现有2件事情。第一个，我发现我跟他的距离变得很亲近了。因为以前他跟我谈宝可梦的时候啊，我那时候理都不想理，为什么？因为听不懂，然后也没兴趣。但是啊，现在因为陪着他玩，我跟他有了这个共同的话题。他来跟我讲宝可梦内容的时候，我都很乐意的去跟他分享。所以啊，我觉得这种感觉就像是好朋友一样，这是非常棒的感觉，这是以前都没有的。再来的是就是说，我自己下去玩了之后才发现，原来宝可梦这个游戏真的会让人家上瘾。像我有时候啊，在开车啊，在等红灯的时候，都会忍不住拿起来这样滑一下，说，有没有什么补给站，有没有什么怪物？然后甚至比较离谱的是，有时候上班啊，还偷偷翘班去抓这个怪物。所以啊，我觉得这个游戏的诱惑力真的是太大了，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。所以我在回想起以前，我一直要求他不要玩的这种事情。或许对他来讲，这是一个他很难去跨越的难点。可是我又想，可是这样一直玩下去也不是一个办法。我一直在想说，该找什么适当的时机跟他谈这个事情呢？毕竟如果一直沉迷下去啊，对我们的生活也是会有一定的影响。那到了有一天，我跟他要开车出去抓怪物了。结果这个时候啊，车子越开越远，然后路啊越开越小条，然后越开越荒凉。然后最后开到一个很陡的大斜坡，那个陡度非常的陡，然后我们车子又刚好停在正中央，然后那时候天又下着大雨，哇，那时候真是吓死了，很怕那个一不小心车子就整个滑到山底下。这时候我就想说，跟他谈一谈这个事情，我就问他说，你有没有觉得我们2个像一个疯子啊？他叫我们往东，我们就往东；叫我们往西，我们就往西。今天甚至为了抓个怪，说不定连性命都不见了。他就跟我说，对啊，爸爸好像真的是这样。我又问他说，那我们把宝可梦删掉好不好？删了之后你会不会觉得很可惜？然后他就跟我说，是有一点啊，因为已经抓了那么多稀有的怪物。可是我又反问他说，可是呢，你觉得这个游戏要玩到什么时候才算是一个结束呢？如果他怪物一直出，那我们不是就要一直被他控制，一直抓到老吗？他又回头想一想说，好像真的是这样嘞。那爸爸，我们把它删掉好，反正我以后还可以用画的啊，因为他很喜欢画画。我那时候听到这句话，我的内心真的是非常的感动，有一种小朋友好像突然长大的那种感觉啊，那种喜悦是没办法形容的。后来啊，我也照着老师的建议啊，我非常大力的去宣扬他这个善行，给很多人知道，让每个人都来这样鼓励他一下。真的，他后来就没有再跟我提起说他要玩宝可梦这个事情。所以啊，透过这个经历，我发现关爱教育真的是太美了。透过这个关爱教育啊，不仅解决了我的苦恼，而且也拉近了我跟小朋友之间的距离。所以也很开心，在这边我分享我跟小朋友之间这个过程，让大家知道。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发现这个关爱教育的美。谢谢。